钦差邢台为什么会在植物园被战斗机的机关枪扫射到？那派了很多人呢，到台湾各地去收集南门町323，以前是台北苗圃的一个福利社或者是杂货店。Hello， 大家早，我是翔哥哈。那翔哥现在在捷运小南门站的3号出口。那翔哥今天要带大家去逛一下台北植物园。那相信大家都有来过台北植物园。那不过翔哥最近在研究台北植物园的时候，发现它有一些还蛮值得分享的历史小故事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翔哥再带着大家一起再重游一次台北植物园。那沿路呢，翔哥再把这些小故事呢分享给大家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我们就要从捷运小南门站的3号出口一出来，然后马上就左转。那左转的话呢，沿路直走，那就可以到台北植物园的大门口了。我们看到前面呢，就是台北植物园的门口了。我们继续前进。好，翔哥现在在台北植物园门口。那要进去之前呢，翔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北植物园的小故事。台北植物园呢，它以前的名字呢叫做台北苗圃。那它的建造时间呢是1895年由日本人所建造的。那日本人为什么要建造这个台北苗圃呢？那是因为呢，在当时日本人在台湾殖民时候呢，有一度呢想要把台湾当作往东南亚挺进的跳板，所以呢，他就开始建造这个台北苗圃，顺便呢非常有系统的派了很多人到东南亚地区，甚至到欧洲去收集在那个地方的一些树苗跟树种，然后呢全部移到台北苗圃这边来做种植，顺便研究。那台北苗圃呢，早期的规模呢，它的范围呢总共有16公顷的面积那现在呢，因为台湾陆陆续续的发展，然后道路规划的关系，所以现在才渐渐缩到8.2公顷的规模。不过呢，我们从很多的墙面上，包括大门口的一些石柱的门楼，可以看得到当时的历史上的轨迹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参观吧。我们从大门口进来呢，走到岔路的时候呢，各位可以先往右转，来各位去看另外一个故事景点。右转走进来，各位就会看到左边有一整排的很壮观的大王椰子树。那翔哥带大家去看一下大王椰子树的一个小故事。那其实大王椰子树以前呢，在台湾根本不是本土种那是日本人刻意的种栽的。那研究大王椰子的一些经济价值，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做成台湾的行道树？所以呢，我们在很多的日本古时候的日建筑以及古迹呢，你会看到它在两旁大部分也会种植大王椰子树。这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树干的伤痕这个奇特的伤痕呢，其实是因为在日据时代的时候，刚好碰到2次世界大战。那当然，台湾是日本的一个殖民地嘛，它有很多军事单位都在台湾，所以盟军呢就派了很多梯次的战斗机呢来攻打扫射台湾，尤其是台北首都那因为当时这一边呢，没有什么很高的一个树，就是椰子树最高所以它有被战斗机的机关枪扫射到那由这个伤痕呢，也让我们见证到当初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经历过了日据时代跟2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历史的遗迹也让各位有所了解。
好可惜哦，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古迹，刚好碰到现在正在做维修，所以整个围篱围起来，没有开放。这一座钦差刑台是清治时期呢在台湾所建造。当时呢建造这样的一个刑台，是为了要让中国派来的巡抚来台湾巡视的时候的一个行馆。那原本呢这个钦差刑台呢原址是在现在的中山堂。那后来因为在日据时期呢，日本政府想要建一个大的一个国民会馆，所以呢选择了现在的中山堂的地点。那钦差刑台呢，就从那边把它整个搬移到我这边来，当做一个纪念。钦差刑台为什么会在植物园？那这个要追溯到日据时代。那日本人刚到台湾的时候呢，当然还任派的台湾总督以及一些官员，他们刚到台湾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办公室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干脆先在钦差刑台里面先上班，那一边建造总督府。那等到总督府建造好了之后呢，他们才一行人从钦差刑台里面搬出来哈。那总督府就是现在的总统府。那日本呢，总共有7位台湾总督呢，在钦差刑台里面办公过。所以为了要纪念这个历史的一些轨迹，所以日本人呢就决定要把钦差刑台呢保存下来，顺便呢就从现在的中山堂那个位置搬到台北苗圃，也就是现在的植物园里面存放，以纪念他们以前的一些事迹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钦差刑台可以好好的保存在植物园的原因。那这个小故事让大家知道一下。我们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栋习业馆。习业馆当初建造的期间呢，几乎跟台北苗圃是同样一个时间建造的。日本人建造这一个习业馆的目的呢，最主要是为了要去有计划性的去收集台湾丰富的植物，那还有一些森林资源，所以呢派了很多人呢，到台湾各地呢去收集了一些我们亚热带地区的一些植物。以利呢未来的植物上的经济的一些开采跟价值的利用。那收集出来的植物呢，它的叶子全部都送到这边习业馆来制作成标本，以利未来他们日本人在台湾的一些森林资源做有效的分类跟研究。那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习业馆的习字呢，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脱水干燥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小故事呢跟小知识也分享给各位了解。
这一间南门町323以前是台北苗圃的一个福利社或者是杂货店，但是因为呢那么多年来年代久远它的木构房子其实早就烂掉了。台北市政府呢重新呢就聘请了日本的庭园式建筑师，重新再来设计建造成现在这个样子很有古色古香的。而且呢，它在后面还有一个枯山水也很漂亮。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来这边逛一下。翔哥又到植物园门口，那翔哥今天对植物园的介绍呢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如果有朋友要回去的话，依然从植物园门口直走到前面的入口处，就是捷运小南门3号入口，可以从那边坐捷运回去。那未来呢，如果翔哥还有在拍一些不错的旅游视频，我会再分享给大家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多支持我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